黄色的哆啦 A 梦看着镜子中没有耳朵的自己，他大惊失色，竟然直接从黄色变成了蓝色。大雄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，哆啦 A 梦说只要是用心准备的，他都喜欢。明天是机器人学校的同学会，他正忙着打扮自己，全身打蜡，亮到反光。不过看起来哆啦 A 梦好像不是很期待同学会的样子。虽然他嘴上说自己很高兴，但能感觉到其实他很焦虑，准备睡觉了还拿着镜子照个不停。哆啦 A 梦路过一家服饰店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猫耳发饰出售，他兴冲冲的进去试戴，最终选定了一个大大的狼耳朵。不过结账的时候他傻眼了，这价格也太贵了。最终哆啦 A 梦还是没买那个狼耳朵，他撑着小伞与帕瓦 A 梦集合。他们在大屏幕上看见银河赛车大赛即将开幕，这个比赛拥有超高的人气，会有赛车高手从宇宙各个地方前来参加。就在这两只准备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，一辆车疾驰而过，帕瓦 A 梦反应迅速躲过一劫，迟钝的哆啦 A 梦可就惨了，被溅了一身泥水。开车的是赛车高手戴鹏，他的粉丝们一拥而上。哆啦 A 梦生气的想去找他理论，结果戴鹏还以为他也是粉丝，就在他后脑勺签了名，还说哆啦 A 梦是狸猫，这可踩了大雷。哆啦 A 梦立即跳脚说自己是猫型机器人，结果戴鹏听后笑得更大声了，因为哆啦 A 梦没有耳朵，他认为没有耳朵的猫跟没有轮胎的车子是一样的。不远处，一个金发妹子默默注视着这一切，哆啦 A 梦很受伤，他回家给自己做了一对猫耳朵粘在脑袋上。大雄和小伙伴们撞见了这一幕，他们看见哆啦 A 梦这副模样，还以为他要去参加化妆舞会，这下哆啦 A 梦更加伤心的跑出家门。胖虎他们从哆啦 A 梦的毕业照发现他的同学都是黄色的，在猫群中蓝色又没耳朵的哆啦 A 梦胖子格外显眼。大雄捡起地上的画册，他终于明白了哆啦 A 梦这2天反常的举动。这时一个金发女从抽屉里蹦出，她大声恭喜哆啦 A 梦获得了银河赛车大赛的特别参赛权，主办方决定特殊招待哆啦 A 梦的伙伴们。小福和胖虎听见能参加这么炫酷的比赛，非常激动，连静香也忍不住去报了名。据说大赛的奖品想要什么都可以，不管是棒球场还是天上的星星，大雄撕下画册也决定参赛，他也有了想要的东西。胖虎调侃大雄肯定不行，但大雄觉得只要有哆啦 A 梦在身边，他也许可以办到。最后金发女把他们和哆啦 A 梦一起带到了大赛现场，过程中大家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卡琳，主持人正在介绍上届的冠军就是戴鹏，然后哆啦 A 梦他们就被直接传送到了舞台上，他们获得了掌声和欢呼。胖虎激动的想高歌一曲，但被大伙拦住了。哆啦美听说他们要参赛后有些担心，小夫觉得这是一场有趣的比赛，应该好好享受。戴鹏在他们身后调侃说狸猫和少年不适合这个比赛，一向怂怂的大雄这次却冲在前面帮哆啦 A 梦怼了回去，他觉得哆啦 A 梦是无所不能的，赛车也不是不可能。戴鹏给大雄留下了一盘猫耳形状的面包就走了。哆啦美告诉他们，这个大赛是像任意门一样在星球中穿梭的超时空赛道，在里面也会有危险的星球，每年都会有很多受伤的参赛者，因此哆啦美不太同意他们参赛，更何况他们连赛车都没有。哆啦美和哆啦 A 梦只有在未来商店能买到的道具。大家听了这话就想放弃比赛了，但大雄不愿放弃，他跑去寻找赛车了。太阳都快下山了还没回来，小伙伴们出发去寻找大雄。这时小夫和胖虎遇见了一个富豪，这人有许多辆赛车。另一边静香遇见了去借车而连连被拒绝的大雄，他很好奇大雄这么努力是想要什么。大雄拿出画册告诉他，哆啦 A 梦现在最想要的东西就是耳朵了。曾经他也是有耳朵的，身体也是黄色的，而且他身为猫型机器人，一开始也是不怕老鼠的。但哆啦 A 梦在睡觉时耳朵被老鼠咬掉了，医生觉得耳朵是装饰品，就直接给他把耳朵去掉了。哆啦 A 梦接受不了，被吓成了蓝色，所以大雄想给他一对猫耳朵作为生日礼物。于是静香便一直陪着大雄继续借车。傍晚，他们敲开了一个机器人的车行，这个机器人大叔愿意借车给他。大叔说这是他最快的一辆自行车。自行车，大雄沮丧的就走了。但大叔追上去让大雄试试，这可是他花了整整30年才做出来的。他甚至跪地请求大雄试一试。大雄心软了，决定给他个面子。没想到这自行车轻轻一蹬就飞速窜了出去，大雄的脸又丑到变形了，眨眼的功夫就骑了一圈回来了。原来这是辆时速300公里的超级自行车。大雄激动地骑着自行车绕着静香转圈，静香的裙子一直被高高吹起，她生气地给了大雄一巴掌。晚上，大雄高兴地告诉哆啦 A 梦，他找到了超快的赛车。画面一转，卡琳和一个猫耳正在举杯共饮，看来这2个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。时间很快就到了大赛正式开始的这天，场上座无虚席，卡琳竟然是主办方领导的女儿。帕瓦 A 梦和哆啦美也来观赛了。
帕莱梦默默在心中为哆啦 A 梦他们加油。大雄在等着机器人大叔给他送比赛的车来，小夫和胖虎由那位富豪借到了一辆车。富豪听说大雄没车，也想借他一辆。可这时大叔开着老爷车，扛着大包小包来了。他通宵帮大雄改装车，所以来晚了。比赛即将开始，选手们开着各式各样的车来到场上，而那个大叔竟然把自行车改装成了鸭子的外观，这引来了观众席的哄笑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红着脸坐在上面，头也不好意思抬。选手们各就各位，轰着油门，比赛一触即发。大叔还给鸭子车装了个平安符，真是贴心呢。随着一声令下，赛车手们出发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还愣在原地，在哆啦美的提醒下，他们才反应过来。好在他们的速度不亚于专业的赛车，很快就超过了一辆又一辆。接下来就要进入超时空赛道了。好在最前面的是戴鹏，鸭子车紧跟其后，主持人都惊讶了。两辆车几乎同时穿过超时空赛道传送门，他们来到了石林星球，这里到处都是错节林立的石柱。大雄他们一个不小心撞到了石柱上爆胎了。大叔远程告诉他们车上有加气枪。修车的时候，其他选手接连超过了他们。小夫和胖虎被挡住了视线，但富豪出现带他们抄了近路。大雄他们终于修好了车，继续上路了。哆啦 A 梦开始借助道具声音固体剂把前方的石柱震碎。比赛第3环节的大门也出现了，在这里跑到最后的一辆车会失去比赛资格。大雄正好与一辆车追逐最后一名，在大叔的指导下，他们按下红色按钮。最终由于鸭子车的头先过线，大雄成功晋级下一轮。比赛已经进入中程阶段，这轮的赛道到处都是岩浆。小夫他们的车有空调，但哆啦 A 梦他们感觉快要热化了，他们涂上了相反面霜，这样热的感觉就会变凉快了。大雄看见，戴鹏也停在路边，不知道在捣鼓什么。大雄好心想把相反面霜借给他用，结果对方却不领情，直接拍掉了面霜，这让哆啦 A 梦很生气。但大雄却不在意，他觉得戴鹏就是很傲娇固执。接下来进入的是太空迷宫，但主持人说现在银河里有磁暴，直播信号受到了影响，变得非常不稳定。主办方的领导很不解，但现在直播信号确实中断了。卡琳倒是丝毫不慌，黑暗中一只猫耳黑影驾车将另一个选手撞出了赛道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竟然有选手被淘汰出局，有的选手遇见了分岔路，有的开进了死胡同，就连小夫他们也一直在鬼打墙。遇见岔路的戴鹏竖起耳朵，听到了正确的方向，哆啦 A 梦则是借助道具指路。这时他们遇见了刚才被撞下来的选手，他哭诉自己是被一只猫撞下来的。此时大雄他们稍稍领先于戴鹏，很快他们又遇见了一条岔路，拐杖指的方向是左边，戴鹏却告诉他们走右边，左边有危险。哆啦 A 梦不愿意相信戴鹏，觉得对方就是猫型机器人的渣仔，于是他依然走了拐杖指的方向。另一边，卡琳指着平板念叨着，又有一台要被淘汰了。哆啦 A 梦他们开到了一处有炸弹的地方，在炸弹及爆炸之际，戴鹏及时赶来，将他们的车顶过了爆炸点。哆啦 A 梦刚想指责戴鹏，对方却指着身后被炸毁的赛道让他看。这时哆啦 A 梦发现大雄受伤了，大雄却一笑而过，想继续完成比赛。戴鹏走之前提醒他们当心一点，这个大赛有些古怪。进入了比赛末段，这里是恐怖森林，现在只剩下屏幕上的这6组选手了。但这里是第一次被选作赛道，主持人私下问大赛主办委员长这是怎么回事，委员长也不清楚状况。卡琳却表示只要6台车就足够了。这座森林气氛诡异，壮汉的车辆很快就自然冒烟了。红球车3姐妹遇见了巨大虫子，被吓得困在原地。小夫他们收到了富豪的远程连线，他似乎陷入了麻烦。富豪称自己被戴鹏攻击了，他会把监控录像作为证据发过来。富豪那边话音未落就传来了惨叫声，胖虎怒了，是谁胆敢陷害我的心灵之友？恰巧这时胖虎看见了戴鹏，十分生气的胖虎直接开车冲向戴鹏。戴鹏提醒他这样很危险，而且会失去比赛资格，但胖虎却不管不顾，直接飞扑到戴鹏车上，然后胖虎这组就因为暴力行为被取消了比赛资格。几个选手因为胖虎和戴鹏的冲突聚在了一起，大雄他们看见胖虎被壮汉架着，于是过来询问情况。小夫说戴鹏攻击了富豪，其他人也纷纷指责戴鹏。哆啦 A 梦思考了片刻，他坚定地告诉大家，虽然戴鹏没有礼貌又目中无人，但他绝对不是会在比赛中耍卑鄙手段的人。小夫说他有监控录像为证。这时他们身后的山洞突然咆哮了起来，这只巨大的蠕虫怪一口气把他们都吞进了肚子里。壮汉和3姐妹的车都被毁了，他们都说看见有只猫朝那边跑了。胖虎他们率先找到了这只猫，但这人转过身来竟然是那个富豪。他原本打算让胖虎他们将录像带去会场让戴鹏淘汰，可没想到他们竟然被取消了比赛资格。所谓的监控画面都是富豪伪造的。
这一切全都是他伪装成戴鹏的样子，在自导自演。戴鹏的车也被他摧毁了。胖虎得知自己被知心好友利用了，很伤心。大雄等人这才意识到，他们被邀请参赛也不是巧合，而是富豪和卡琳特意安排的。他的目的是要戴鹏失去比赛资格。其他选手得知富豪的丑陋行径，非常生气，但没想到这个星球是富豪的，这里的一切虫子都会听从他的指令。然后富豪就大摇大摆的走了。画面回到比赛会场，主持人告诉观众们，目前已经找不到其他选手的信号了。另一边，富豪让蠕虫怪闭上嘴巴，将其他选手都关在里面。胖虎很自责，不停地向戴鹏道歉，但他其实压根没有在意。就在大家很气馁的以为比赛已经结束时，大雄告诉众人，他的鸭子车还没坏，就停在前方。静香悄悄告诉哆啦 A 梦，大雄这么努力就是想给他赢得一对耳朵。戴鹏也开始对哆啦 A 梦刮目相看，看来你不是一般的育儿机器人呢。壮汉帮大雄将鸭子车拨了出来，那现在要怎么出去了？大雄灵机一动，让胖虎高歌一曲。最后蠕虫怪被胖虎难听的嚎叫声整吐了，众人成功从他的肚子里逃了出来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继续比赛，戴鹏跟哆啦 A 梦约定好，一定要让富豪见识一下猫型机器人的真本事。富豪已经快接近终点了，卡琳兴奋地亲吻着平板电脑。这时鸭子车追了上来，富豪觉得难以置信，他想跟他们商量，只要他们让出冠军，想要什么都给他们买。但大雄和哆啦 A 梦对他很不屑，于是富豪又开始玩阴的了。他将通道截断，让鸭子车冲出了跑道，哆啦 A 梦飞了出去。幸好大雄及时拉住了他。此时地球就在哆啦 A 梦身后，大雄突然觉得哆啦 A 梦蓝蓝的、圆圆的，就像地球一样。哆啦 A 梦抬头给了他坚定的眼神，他们重新坐上了鸭子车继续比赛，两人不停地踩，鸭子车很快就超过了富豪的车。富豪的车速度已经到了极限，卡琳慌了，他不停地在平板上点着什么。与此同时，鸭子车不断遭到烟花攻击，主办方立马抢走了他的平板。鸭子车全速前进，富豪急眼了，他摁下按钮，发出激光射击，鸭子车开始前仰后翻，大雄紧紧抓住车屁股。最后，富豪又发射了一枚强烈导弹。就在大家以为他们凶多吉少时，鸭子车竟然载着大雄和哆啦 A 梦飞上了天。这项功能连机器人大叔也没想到。然后鸭子车的翅膀，也就是车门断了，他们直直摔了下去，正好砸到了富豪身上。圆滚滚的哆啦 A 梦咕噜咕噜的一直向前滚，最终他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。全场观众都在为他们欢呼。派完 A 梦和哆啦美开心的抱在了一起。机器人大叔等这一天等了30年，他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最后，哆啦 A 梦和大雄赢得了冠军，卡琳和富豪应当入狱。主持人问大雄想要什么奖品，无论是什么都可以。大雄看了看哆啦 A 梦，刚想说出他要耳朵，但哆啦 A 梦却开心的大声喊出：“我要请这里的所有人吃铜锣烧！”大家先是一愣，随后戴鹏带头喝彩，天空中下起了铜锣烧雨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吃铜锣烧了。看来哆啦 A 梦有了大雄，已经不再需要耳朵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没有耳朵的蓝色哆啦 A 梦吗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